欢迎收看第1098期北京不静音。今天呢，想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件事儿。我这两天呢收到了一个投稿，就是在中国墙内啊，现在有人发起了这样一项行动啊，我给大家看看是什么事儿，叫守卫生命底线联署签名。那我犹豫了一下啊，考虑了一下，我决定呢，把这个发起人的名字我不公开，以及呢这个签名的链接我也不公开啊。为什么？我一会儿给大家说啊。我们先来看看整个这个签名是怎么回事啊。说截至4月8日，目前呢，他这个签署人啊，949人次，列入统计的人数882人。那并且呢，他们就把这些这个签署的结果啊，向48个宣传机构和主流媒体去寄这个函件了啊，显示有36份已经签收。那么他们等于有点像是一个社会实验。他通过这个事情呢，他们自己得出了一个答案，就是说这已经不是某一个部门回应不回应的问题了，而是面对如此重大的生命议题，我们这个国家的宣传机构和媒体整体上究竟在采取什么态度啊？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就是围绕人口失踪、器官来源、脑死亡判定、非亲属的器官移植、程序透明度与生命保障等问题。他这个活动呢，其实给我带来了一定的思考，就是我在想啊，之前这3年多我做节目啊，我关注的点呢，一直是说，哎，中国够不够民主啊？有没有自由啊？作为像我们这样的内容创作者，那在中国你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审查。那么当人们的这种创作自由没有的时候，那面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民族啊，自由度没有了，那它的这个创造力啊，整个文明的这个繁荣度都是会受到影响啊，这个是可能我一贯比较关注的点。但他这个行动呢，让我反思到，就是其实还有更底层的一个层面，就是连很多中国人啊，他连最基本的生命权、生命保障都有问题，就更别提我刚才说的构筑在这个基本生命权之上的其他一些人权和福利了啊。所以他们这个行动关注的是更地基的一个东西。很多的一些比如粉红啊，他想象不到，就说啊，中国已经世界经济第2了啊，好像这么繁荣了，基建这么牛啊，等等的。时至今日21世纪，我们要重新回来去呼吁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这多荒谬的一个事情啊！但是这个确实是存在的。啊，我们看他这个文章里继续说啊，他说这个是一个社会层面的恐慌、焦虑与忧虑，很多人是忧虑的。这早已不是零星的声音，也不是少数人的偶发情绪，而是广泛存在、持续积压的现实公共情绪。这样一个直接关系老百姓生命安全感、社会伦理底线和制度信任基础的重大议题，本不该被长期放在沉默、回避和模糊处理之中。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许多宣传机构和媒体表现出来的，不是对重大生命议题应有的正面回应，不是主动核实、呈现和追问，而更像是一种集体性的退后、失声和绕开。该关注的不关注，该追问的不追问，该面对的不面对，仿佛只要不报道，问题就不存在；只要不展开讨论，社会焦虑就会自行消失一样。好，我们接着看啊，他说：“可事实恰恰相反，对如此重大的公共生命议题，沉默不是中立，回避不是稳妥，压着不谈也不是负责。越是涉及生命，越不能靠含糊维持表面平静；越是社会不安已经形成，越需要媒体站出来核实事实，厘清疑点，回应关切，而不是把重大现实问题继续留在灰暗地带发酵。尤其讽刺的是，一些媒体平时惯于高谈，
为民发声，全力为公，政绩为民不为名，可当真正关系普通人生命利益、关系公共安全感、关系制度透明度的问题摆在眼前时，却迟迟看不到与这些口号相匹配的担当。口号说得越响，回避越显得刺眼；姿态摆得越高，沉默越说明问题。宣传机构和媒体的责任不只是在这个安全议题上重复正确表述，更不是只在没有风险的地方发声。真正的公共责任恰恰体现在，面对敏感、沉重、复杂、触及根本民生利益的问题时，是否还愿意坚持最基本的立场，监督、核实、呈现、追问。对这样关乎生命的议题长期失声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对社会已经形成的巨大忧虑长期不做正面回应本身也是一种态度。人民是看得见的，社会也是记得住的。生命必须被尊重，生命必须被保障，生命不能在不透明中被处置。守卫生命底线，愿更多人铭记，愿更多人站出来。这个就是他们整个的一个行动。发起人呢非常的勇敢啊，但我为什么不在这里公布他的名字呢？出于安全考虑，以及我为什么不在这里公布整个这个联署的一个地址啊，让大家更多的人去参与呢？是因为我看到了他的整个这个联署的方式啊，是一个像接龙一样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中呢，就这刚才说的800-900人签名的啊，他们每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住址等等，包括什么一些很多的个人信息啊，全都在这个文件里。我理解他们这种行为啊，是想去做一个真实度，展现给这个社会，展现给他们去寄这个函件去的一些有关机构和一些媒体啊，我们都是活生生的、堂堂正正的一个个中国公民啊，然后呢，引起你们的重视啊，好像有一种硬碰硬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错啊。我只是在呼吁公民的一个基本生命权，我没有去挑战这个政府的一个什么执政合法性，我没有呼吁什么中共去下台等等，我只是在讲中国人的基本，都不是人权了，人权中的最基本的生命权。但是啊，我要说他这种方式是很危险的，因为整个文件的每一个人的这个可追溯性完全建立起来了。我能理解，就是发起人是豁出去了，啊，非常勇敢，但是他不能够要求所有来签名的人都付出和他一样的代价，你没有办法去做同样的要求。我在做这一期节目之前呢，又收到这个投稿人的一个新的信息来源啊，给大家念一下，就是说已经1个月了啊，就这个发起人说现在还没有到1000人这个签名，所以他就有一点悲观，他就说他自己说的啊，胆小怕事的人太多了，然后说，而且今天这个联署名单链接直接404了，他说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朋友圈啊，也直接被屏蔽啊，说翻墙呢也越来越难，这个网络封锁呢给这个推进带来了巨大压力，所以他接下来准备呢把精力主要放在争取大病免费医疗这一块。然后这个联名呢还会继续的推啊，然后他又说，他说没办法，中国的民主民权运动就是个笑话。我想着人们连对生命的态度都不敢表达，还是想要去推一下，我觉得自己也是个笑话。我觉得啊是这样的，我挺想跟这个发起人说呢，其实这些东西当然不是个笑话啊，这个发起人也不是个笑话，非常勇敢。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去要求人们因为冒着巨大的风险来签这个名啊，尤其是如果在墙内的话他这个名单上大部分人我看都是在墙内的，这些人都很勇敢，但是这个签名的门槛很高，有多少人真的敢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就这么写上去参与这个签名？你这个门槛拉得太高了，所以不到1000人是很正常的啊。这是一个双向的封锁，双层的封锁啊，一层是来自
这个国家啊，整个的这个监管体系，他会把你的链接404啊，他会去，因为有人被约谈了啊，被核查，包括媒体也不会报道啊，包括你在微信啊等等这些平台上传播，他也给你去封锁起来，你就传播力度就不够了。这是第一层封锁。第二层封锁是来自人心的封锁，就很多人他会去评估，那是不是太危险了？我参与这个事儿，这当然很危险，对吧？这是第二层封锁。所以你有这2层封锁之后，就注定了你这个联名签署活动不可能扩散的很大。我做这个节目不是说希望大家去参与这个联署啊，因为我连链接也没公布啊，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联署的方式可能可以调整啊。如果别的人啊有同样的想法，以后想做这样的事儿，我觉得这个联署的设计上可以借鉴这个行动啊，你要改变一下，怎么样能让它扩散的更广？其实就唤起人们，中国人啊，很多人就说我不关心政治，我不关心你们这些什么文化创作这些事儿啊，我也不关心什么是不是真的有民主，我只关心我能不能吃上饭。很多人就是还是存在在一个生存层面的挣扎，对吧？那好，我们就唤起这一层，在生存层面上，中国人的很多的最基本的生命权、生命保障是不是有问题？这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所以在这个切入点上，你只要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可以了，而不要说去，我觉得像他们这个活动一样啊，好像把所有人的信息都收集的全的，然后就摆给这个政府去看。你看啊，我们都是中国公民，我们这些都是真实的，我们要求这些权利啊，我们要求你们重视啊。我觉得牺牲太大了啊，因为你立刻就会被有关部门盯上，然后直接就把你们全都列入黑名单啊，一个一个去分解、去约谈、去化解，最后一个个被盯起来，大概结果就是这样啊。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发生了嘛啊，我觉得还是想分享给大家，告诉你们，在中国墙内还是有很多人很勇敢在做一些事情，但是做的方式还可以优化。大概是这样啊，今天说这么多，然后下周会有几场对话，我正在约，可能会有2-3场的北京对话，可能下周的节目大概都是做对话。我想跟一些你们可能在华语世界其他的自媒体上啊看不到的、听不到的一些声音啊，请一些嘉宾过来去聊各种各样的话题。好吧，那我们就希望他们这个联署活动啊，可以怎么说呢，做得更安全一点啊。然后这个发起人，我也希望他是安全的啊。如果有一天有机会的话啊，我也特别想跟他做一场对话来聊一聊。好，感谢收看、订阅、分享。